我靠着我爸留下的精酿配方，把一个路边啤酒摊干成了月流水小10万的酒馆。可当年在后厨打杂的几个老员工见我赚了钱，全都急红了眼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给我们涨钱。就是，不然老子就撂摊子不干了。没了我们，看你拿什么出酒！看着他们围一圈，恨不得吃了我的架势，我笑了。那就一拍两散，看谁离了谁活不了。他们转头就去对面开酒馆，想把我彻底击垮，还笑我撑不过10天。可我偏要让他们知道，酿酒先做人，没良心的人永远酿不出一杯能喝的酒。老张，冷凝器怎么了？我推开后厨的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3个发酵罐的温控表全亮着红灯，报警声响得刺耳。老张靠在墙角，翘着腿抽烟。哟，许老板来了，这冷凝器昨晚就报故障了。我们哥几个琢磨着等你来定夺呢。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大半夜的，哪敢打扰您睡觉？旁边的小王阴阳怪气的接话。再说了，这点小事儿我们哪做得了主？我看着发酵罐上显示的温度25度，这批小麦皮应该在18度恒温发酵，现在全废了。冷凝器坏了可以修，你们为什么不把阀门打开手动降温？老张弹了弹烟灰。许月，你爸在的时候教过我们，设备的事不能乱动，万一弄坏了，我们可赔不起。我心里一阵恶心，这哪是不敢动，这是故意不动。我走到发酵罐前，拧开取样阀，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，酒体浑浊，上面飘着絮状物，标准的杂菌污染。4吨酒全完了。许老板，这批酒没法卖了。你看这损失算谁的？冷凝器是你上个月刚换的2手货，我们都劝你别贪便宜。小王跟着附和。现在好了，4吨酒，成本价都得小2万吧？我没说话，仔细看着罐体上的记录表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昨晚10点，温控系统开始报警，他们整整12个小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也没有通知我。许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摊子能撑到今天，全靠我们几个老兄弟给你顶着。你要真想干大，就该听听我们的意见。我转过身看着他们3个，老张我爸当年收的徒弟，在后厨洗了5年桶。小王前年来的时候连糖度计都不会用，还有门口蹲着玩手机的小李负责搬货，上个月刚把我的不锈钢桶当废铁卖了30块钱。行，说说你们的意见。老张眼睛一亮，朝小王使了个眼色。小王清了清嗓子。徐老板，我们哥几个合计了一下，现在你这店1个月流水小10万，净利润怎么也有3、4万吧。所以我们觉得，第一，我们3个的底薪从现在的5000翻到1万；第二，以后每个月净利润我们要抽3成，算我们的技术分红。3成？你们要脸吗？许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知道外面现在挖一个酿酒师开什么价吗？底薪1万2起步，还得给股份。我听到这句话不由得笑出来。酿酒师，你们怎么看不起人？小王拍着发酵罐，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看着的？是谁给你守着的？没我们，你以为这酒能自己从罐子里蹦出来？许月，你爸当初走的时候，把这摊子交给我们几个老兄弟，让我们帮衬着你。老张叹了口气，我们也不想来硬的，但你得讲良心啊。我盯着老张的眼睛，他躲开了。你们知道这批酒为什么会坏吗？老张一愣，冷凝器坏了呗，还能为啥？冷凝器坏了，但辅料间还有2袋碎冰。我走到角落，掀开盖着冰袋的保温布，手动降温，每2个小时加1次冰，这批酒根本不会坏。你们不是不懂，你们是故意不救。 3个人脸色都变了。老张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。许月，你这话就没意思了。大半夜的，谁乐意起来折腾？再说了，这设备是你自己贪便宜买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你以为你这配方多值钱？不就是你爸从网上找的方子改的？没了我们，你这桶能出了酒？我看着他们围成一圈，恨不得吃了我的架势，笑了。行，这座小庙容不下各位大佛。许月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清楚。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计算器。这个月干了15天，工资算一半。老张5000，小王2500，小李2500，一共1万。收款码打开。老张的脸涨得通红。你要开除我们？你疯了！没了我们，你这店明天就得关门。小王也跟着喊：许月，你别不识好歹！
你知道隔壁那条街多少家店在挖我们吗？门口的小李也站了起来，攥着拳头。我把钱转了过去。钱到账了，现在收拾东西，20分钟内从我的后厨滚出去。你他妈疯了吧！我拿起操作台上的不锈钢勺，敲了敲发酵罐，传出当当的清脆声。我说，滚出去！老张盯着我看了足足10秒钟，然后笑了笑得很难看。行，许月，你有种！他摘下围裙扔在地上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们，你这破摊子能撑几天？小王也把工牌摘了。许老板，你可别后悔，对面那条街新开的酒馆，老板可是天天请我们喝酒，底薪比你这里翻1倍。我让你们现在就滚！小李摔门而出。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3个人收拾东西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后厨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冷凝器还在报警。我关掉报警器，蹲下身，看着那4吨废掉的酒，酸臭味还在空气里飘。爸，你看见了吗？你收的好徒弟。手机响了，是送麦芽的老陈。许老板，这周的货还送不送？刚才老张给我打电话，说你们店要关门了，让我别发货。送，按原来的量，再加200斤特种麦芽。啊，老张他们不是走了吗？你一个人忙得过来？忙得过来。对了，老陈，我问你件事，上个月我进的啤酒花，是不是老张让你换的批次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许老板，这不是我的主意。老陈，你说实话。是老张说你们要降低成本，让我换成陈年的，便宜1/3。我提醒过老张，陈年酒花苦味值不够，容易染菌，但他说没问题。我闭上眼睛，果然。我告诉你，老陈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原料直接跟我对接，我要最好的莫利纽卡酒花、皮尔森麦芽，价格按市价最高走。老陈听起来有些为难。可是老张说让我按他说的做。我严肃地告诉他，老张不干了，从今天起，这店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辅料间，打开灯，架子上堆满了老张进的货。陈年酒花，颜色发黄，已经氧化了；碎麦芽，里面掺了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有几桶不明液体，标签上写着啤酒增稠剂。我拿起一桶，看了看背面的成分表，丙二醇、黄原胶、焦糖色，全是化工原料。我心里一阵恶心，这些东西老张加了多少进酒里？打开冰柜，里面还有昨天酿好的3桶酒。我拿出一个杯子，接了半杯，颜色很深，暗红色，像酱油。闻了闻，有股刺鼻的甜味，不像啤酒，像糖浆兑水。喝了一口，甜得发腻，然后是化学的苦味，最后喉咙里留下一股灼烧感。这哪是精酿，分明是工业垃圾。怪不得会发生上个月的那件事。我突然想起，上个月有个老顾客跟我抱怨，许老板，怎么最近喝了你们这里的酒，回去老是觉得头疼啊？我还以为是麦芽的问题，原来是老张在原料里动了手脚。为了省成本，为了拿回扣，他把我的招牌往死里砸。我把那桶酒倒进下水道，黑色的液体在池子里翻滚，冒着细密的泡沫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到王哥的微信。王哥是我们这片的设备供应商，正经800的进口设备代理。王哥，你店里最好的发酵汞4个，带温控系统的，什么价？许老板，你不是刚换了20罐吗？怎么又要买？你别问了，报个价。一口价，一个2万8，全套带冷凝。你要4个，我给你10万整。行，就这个价，明天就给我送货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李大爷打电话。李大爷是我们这片收废品的老实人。李大爷，明天上午来我店里一趟，有几个旧罐子要拉走。李大爷一听很高兴，问我多少钱，我让他拉走就行，加上辅料间还有10几桶化工原料，全拉去销毁。挂完电话，我坐在操作台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后厨，窗外天快亮了，街上开始有环卫工人在扫地。我突然想起爸还在的时候，那时候店小就我们2个人，他教我怎么选麦芽，怎么控温，怎么判断发酵状态。小月，酿酒是个良心活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的舌头。后来爸走了，老张他们来了，我以为他们是爸留下的老人，能帮我把店撑起来，结果呢，偷工减料，拿回扣，还联合起来想逼我让股份。行，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跳下操作台，开始收拾。早上7点，李大爷骑着3轮车来了。许老板，你说那些要拉走的罐子在哪儿？我指了指靠墙的3个发酵罐。这好好的罐子，怎么就要拉走了？我叹了一口气，里面装了4吨废酒，染菌了，钢体也污染了，没法用。哎呀，那多可惜呀！我说没事，新的明天就到，让李大爷先帮我把辅料间的化工原料搬出去，那些更重要。李大爷走进辅料间，看着架子上那些桶，又皱起眉头。这啥东西？闻着一股塑料味儿。工业增稠剂、香精、色素，
全是化工料。我的天，这些东西能往酒里加？不能，所以我让你全拉去销毁，一只桶都别留。你爸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从来不进后厨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把它们全清出去。一整个上午，我都在清理后厨，把所有老张进的货分类。旁边几个早餐店的老板过来看热闹。许月，你这是干啥？不过了。清库存，重新开张。哎，我听说老张他们走了，你这店还能干下去吗？能干，怎么不能干？我擦了擦汗，继续搬货。那个说我干不下去的人，我记住你。下午2点，老陈送货来，车上装着一袋袋麦芽，码得整整齐齐。许老板，你要的皮尔森麦芽还有特种麦芽都是今年新货，酒花是茉莉纽卡，刚从冷库拿出来的。我拆开一袋麦芽，抓了一把，放嘴里嚼了嚼，脆香，有股淡淡的甜味。又拆开酒花的包装，铝箔袋密封着。老陈在旁边看着。许老板，这批货可不便宜啊，光麦芽就涨了快1倍。1分钱1分货。老陈，以后每周送2次，量可能还会加。还要加？你这店卖得完吗？卖不完，你等着看。老张他们走了，但那些老顾客还在。只要我把味道做回来，他们自然会回来。下午4点，我开始酿酒。这是爸走后，我第一次一个人操作整套设备。先把麦芽粉碎，颗粒要均匀，不能太碎，也不能太整。水温升到45度下料，让麦芽在温水中慢慢释放淀粉。然后是糖化，升温到67度，保持1小时。看着温度计一点点爬升，我脑子里全是爸说的话。糖化温度高了，酒体会寡淡；低了，残留糖分太多，喝着腻。我调好温控，靠在墙上等着。以前这个时候，老张应该在旁边抽烟，小王在玩手机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很好，清静。糖化结束，开始过滤麦汁，麦汁从罐底流出来，金黄色的，透亮。接了一杯尝尝，甜香，有股面包的味道，这才对，没有化工添加剂的工业味，只有麦芽本身的香甜。然后煮沸，加入酒花，第一批苦花煮沸60分钟，苦味值控制在25。第二批香花，最后15分钟加，增加香气。第3批关火前加，保留挥发性的芳香物质。整个后厨弥漫着啤酒花的香气。隔壁烧烤店的老板探头进来，许月，你这煮什么呢？这么香！酿酒，要不要尝尝麦汁？他一脸羡慕地凑近闻了闻，满眼赞叹道：有酒了再尝。你这味道可比老张他们酿的强多了。我笑了笑，这才刚开始。晚上7点，发酵罐装满了，我把温度设定在18度，加入酵母。接下来7到10天，酵母会慢慢把糖分转化成酒精和2氧化碳。我坐在后厨门口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。对面的新酒馆亮着灯，门口摆着花篮，今天开业。老张站在门口，穿着白色的厨师服，正在招呼客人。看见我，他笑了，走过来。许老板，这就开门了。你那4吨废酒处理了没？处理了。可惜了，我现在是聚仙阁的酿酒总监，底薪15000，加2个点的流水提成。恭喜许月，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。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交情，你要是认个错，我还能考虑回来。老张，你想多了。行，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能撑几天。等你撑不下去了，这条街就没人跟我抢生意了。行，那就等着瞧，看谁先撑不下去。晚上10点，店里来了几个老顾客，是以前常来的那帮年轻人。他们刚进门就四处张望，满脸好奇地问道：许老板，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？老张他们呢？我随口回答：不干了。他们闻言一愣，满脸惊讶地凑近追问：啊，那还有酒吗？有，不过要等10天，新酒刚发酵上。几个人互相对视，面露难色。那我们今天没酒喝吗？今天没酒，但我请你们喝麦汁，刚煮好的，热乎的。我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麦汁，金黄透亮，冒着热气。一个年轻人尝了一口，眼睛亮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这么好喝？甜丝丝的，还有股果香味儿。这是麦汁，没发酵的啤酒。老张以前从来不给你们喝这个吧？他们连连点头，一脸恍然大悟地附和道：没有，以前来都是直接上酒，但最近几个月酒的味道怪怪的，喝着上头。我语气平静地揭开实情，因为老张往里面加了化工添加剂。几个人愣住了。化工添加剂？对，增稠剂、香精、色素。为了降低成本，为了拿回扣，所以他去了对面，因为他那套东西也只能做那种酒。几个年轻人看了看对面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麦汁。许老板，那我们等你，10天后来喝你的酒。我笑着点头，爽快答应。好，给你们留位子。
之后的10天，我每天都在店里清理设备、调试配方、研究新的酒款。每天早上6点起来，晚上12点才睡，累但充实。第5天的时候，王哥把新发酵罐送来了，4个进口罐，带温控、带压力表、带自动排渣。第8天，第1批酒开始进入后熟阶段。我打开取样阀，接了一杯，金黄透亮，泡沫细腻，挂杯持久。闻了闻柑橘和松针的香气，还有麦芽的甜香，没有刺鼻的化学味。喝了一口，苦，然后是甜，然后是回甘，干净纯粹，这才叫啤酒。第10天开业，下午4点，我把新酒的招牌挂了出去，许记精酿，全麦芽酿造，无任何添加剂。今日新品，小麦皮，每升38元 ，EPA 每升58元。旁边的烧烤店老板看见了，走过来，许悦，你这价格是不是标错了？以前老庄在的时候，1升才卖28呀。没标错，成本不一样。以前他用陈年酒花和化工添加剂，1升成本3块钱。现在我用的是进口酒花和今年新麦芽，1升成本15，那你也卖得太贵了吧？对面今天搞活动，1升才卖18。我语气疏离又干脆，那你去对面喝吧。老板愣了愣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没事儿，我笑了笑，等喝过了你就知道区别了。晚上6点，店里来了第1批客人，是那天喝麦汁的几个年轻人，还带了朋友。许老板，我们来了，小麦皮先来5升。我打开酒头，金黄色酒液流出来，泡沫细腻的像奶油，端到桌上，几个人迫不及待地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口，安静了2秒钟。我去，这什么神仙味道？怎么这么清爽？以前喝的啤酒跟这一比，简直就是刷锅水。许老板，这也太好喝了吧！不是那种甜腻的味道，是那种怎么说呢？干净，对，就是干净。我看着他们喝酒的样子，笑了。这才是啤酒该有的味道，不需要化工添加剂，不需要香精色素、麦芽、酒花、水酵母，就这么简单。消息传得很快，8点的时候，店里已经坐满了。许老板，我听说你把老张赶走了。他自己走的。走得对，那孙子酿的酒最近几个月越来越难喝，我还以为是自己嘴刁了。许老板，我家老头子说你是这条街上唯一用真材实料的人，今天一喝，果然。我忙着打酒，满头大汗，但心里高兴，这才是我想做的生意，不是骗人，不是掺假，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杯酒。对面聚仙阁门口冷冷清清，老张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10点，我准备打烊了，店里的客人还没走完，3桌人在聊天喝酒。突然门被推开了，老张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小王。店里安静下来，老张看着满屋子的客人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酒杯，笑了。许悦，生意不错啊。还行。你这酒卖38，够黑的，用料再好有什么用？老百姓喝得起吗？喝不喝得起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客人说了算。你，张哥，算了。算什么算？许悦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以为换个好原料就能翻盘？做梦！你那破配方撑不了多久。配方是我爸留下的，比你的化工添加剂强1万倍。老张气得脸色发白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许悦，你会后悔的。之后的1周，生意越来越好，每天的酒都不够卖。下午4点开门，晚上8点就卖光了。我开始增加批次，发酵罐从4个加到6个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很充实。对面的聚仙阁生意越来越差，老张开始在门口发传单，买1送1，买2送3，但还是没人去，因为喝过我的酒的人都知道区别在哪里，一个是真酒，一个是化工饮料。第8天，许老板，你听说了吗？对面的聚仙阁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有客人喝完他们的酒去医院了，说是头疼呕吐，怀疑是甲醇中毒。甲醇？对，质检局的人去了，查出来他们的酒里加了工业酒精。我放下手里的麦芽，看着对面，老张站在门口垂头丧气，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往店里搬设备。晚上质检局的赵叔来了，他坐在吧台喝着我新酿的 IPA， 叹了口气。小月，对面被封了，工业酒精勾兑，这事儿不小。老张会怎么样？进去了，质检局的人说涉案金额超过了5万，够判的。我没说话，看着杯里的酒。小月，你爸要是知道你把店做成这样，一定很高兴。赵叔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赵叔笑了。这条街上10几家卖酒的，有几个在做该做的事儿？你爸当年教你的，你全记住了？我没全记住，我差点让老张把店毁了。但你没有，你把他救回来了。夜里11点，客人走完了，我关了门，坐在吧台后面，看着墙上爸的照片。照片里的他穿着旧围裙，站在发酵罐前面，笑着。爸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把那些脏心烂肺的人清出去了。你放心，
我不会让你的店毁在别人手里，我会让它变得更好。手机响了，是李大爷。许老板，你让我销毁的那些塑料桶，我都拉去处理厂了。厂里的人说，那些东西全是违禁的食品添加剂，不能用的。你做得对，谢谢李大爷。谢啥？许老板，你是这条街上少有的良心人。挂了电话，我站起来，后厨里6个发酵罐在嗡嗡响，温度稳定，发酵正常。10天后，又一批好酒要出来了。我把灯关了，锁上门。街上很安静，对面聚仙阁的招牌已经拆了，只剩下黑洞洞的门口。日子一天天往前推，像麦汁从罐底流出来，不急不慢。城东分店开业的第4个月，小赵打电话来：许老板，这个月流水破6万了。我放下手里的抹布，多少？6万3。隔壁开了一家健身房，教练们天天来喝，说咱们的酒是最好的碳水补给。告诉他们别喝太多，练了也白练。说了，他们说宁可不练也要喝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墙上的菜单：小麦皮、EPA、世涛、酸小麦，4款酒，4个味道，4个故事。小何从前面进来：许老板，今天有个客人点了3轮 IPA， 非要见酿酒师。谁啊？不认识，看着像个文化人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我擦了擦手走出去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面前摆着3个空杯子，正用笔记本写着什么。看见我：您就是许老板？是，您找我？他递过一张名片。我是城市周刊的记者，姓林，朋友推荐我来喝您家的酒，喝了1个下午，想给您做个专访。我看着名片。为什么？林记者推了推眼镜。什么是精酿？我想了想，精酿不是一种工艺，是一种态度。你用什么态度对待这杯酒，它就用什么味道回报你。这话写出来，不怕同行骂你？骂我什么？骂你装清高。清高不清高，舌头说了算。我的客人要是觉得我装，他们就不来了。他们天天来，说明我不是装的。林记者也笑了。许老板，您这人真有意思。走的时候，他买了5升 IPA， 说要带回去给同事尝尝。我没收钱。你要是写稿子的时候，能把那条化工添加剂的危害写进去，比给我钱强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前阵子质检局端掉了一个添加剂窝点，10几家店被查。您去翻翻卷宗，那里面的事儿，比我这酒有意思多了。林记者点点头。我明白了。1周后，文章出来了，标题是一杯干净的酒，一个固执的人，篇幅不小，占了半个版，配了照片，是我站在发酵罐前面的侧脸，小何拍的。文章在网上传开了。当天下午，店里来了很多新面孔，有年轻人，有中年人，甚至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。一个大爷进门就问：你就是那个不上添加剂的老板？是。好样的，我儿子以前就爱喝对面那家的酒，喝完老喊头疼，我骂他，他说是正常的。现在那家关门了，我才知道是加了东西。我打了一杯小麦啤递给大爷，大爷喝了一口，眼圈红了。我年轻时候在青岛喝过的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文章发出第3天，有人上门了，不是客人，是同行。隔壁街一家酒馆的老板，姓刘，40出头，胖乎乎的，笑起来像个弥勒佛。许老板，我是来谢你的。谢我什么？谢你那篇文章，你让记者写了那些添加剂的事儿，整个行业都震动了。昨天我们自己开会，好几个平时偷工减料的都吓得说要整改。你加过吗？加过，以前为了省成本用过2次香精，后来觉得不对味儿就没用了，但我不敢说，怕客人跑了。那你现在为什么敢说了？因为你说出来了，我才发现原来大家都烦那些东西，只是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。我倒了2杯 IPA， 递给他1杯。喝了这杯酒以后就别加了。刘老板接过去喝了一口，沉默了很久。许老板，你这酒真好，同样的麦芽和酒花，我做不出来这个味儿。你有秘方？没有什么秘方，就是每一步都做到位，不偷懒，
不侥幸。刘老板叹了口气，我明白了。他把水果留下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回头说：许老板，以后我那边要是有人想喝好酒，我推荐到你这儿来。行，你推荐来的第一杯免费。他笑了，笑得有点苦涩。1个月后，城西的老街区有人找我，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，姓郑，60多岁，老伴走了，儿女在国外。他有一套临街的房子，1楼空着，想租出去。听说了我的店，想让我去看看。我去了，房子在老街的中段，门口有棵梧桐树，夏天能遮阴，里面很宽敞，8、90平，格局方正。郑老师泡了茶，跟我聊。许老板，我这房子空了2年了，之前租给一个卖早点的，油烟太大，邻居投诉。我想找个安静的租户，你这酒馆应该没什么油烟吧？没有，只有麦芽香和酒花香。那就好，租金我可以给你便宜，1个月3500，但要签5年。低下头，眼睛有点热。签了合同，我开始装修城西店。这次不赶时间，慢慢来。我想把这店做成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不只是卖酒，还要让人坐下来聊聊天、看看书、听听音乐。许老板，你这是要做咖啡点啊？不是咖啡点，是有酒的阅览室。小赵从城东赶回来帮忙。许老板，这地板怎么是木头的？不怕洒了酒不好擦？洒了酒就擦，怕什么？木头有温度，水泥太冷了。小赵摇摇头。你真讲究。李老板也来了。你这儿能烤串吗？不能，这儿不是你的地盘。那我吃什么？隔壁有面馆，自己去吃。有了新欢忘旧爱。小何笑了。李老板，你吃醋了？我吃酱油。走了，回去烤串了。装修花了1个月，墙面刷成暖黄色，挂了几幅老街的黑白照片，靠墙放了一排书架，上面摆着我爸留下的酿酒书籍，还有一些我买的文学杂志。吧台用老榆木做的，台面磨得光滑，摸上去像皮肤。发酵罐放在后面的隔间，6个罐，2个20升，4个50升。开业那天，郑老师送来一盆绿萝，摆在吧台上。许老板，恭喜发财，这盆花送你，好养活，不用天天浇水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城西店的生意比预想的好，来的大多是住在老街的居民，年纪偏大但嘴刁。一个退休的工程师，每周来3次，每次打1升 IPA， 坐在角落里慢慢喝，一边看我书架上的书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徐老板，你这书架上怎么没有小说，全是酿酒的书？我不看小说，太假了。那你看什么？看配料表和温度计，那才是真的。他摇摇头。你这个人活得真累。不累。我爸说过，看得见的东西不用骗自己，看不到的东西才需要骗。我不想骗自己，所以只看得见的。他沉默了一会，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了。徐老板，你这句话我得记下来。记吧，不收版权费。开业第3周，城西店来了个不速之客，老张。他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整个人缩着，像秋天被风吹干的叶子。我看见了，没说话，他也没进来，就站在门口看着我。小何出来倒垃圾，差点撞上他，他认出来了，脸色变了。我不进去，我就来看看。我放下手里的杯子，走出去，站在门口跟他对视。他瘦了很多，眼窝凹陷，脸上没有血色。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关了6个月。以后打算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活儿没人要，熟人躲着我。我没说话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。这是我在里面写的，你爸的配方我记得的部分，还有一些我自己的错误。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是想还一点。许月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爸，我贪了一辈子，最后把自己贪进去了。你那天说的话，我想了6个月，你说的对，原谅我是上帝的事儿，你的事儿是酿酒。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原谅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的酒是对的，不加那些东西也能活下去。
而且活得更好。他把信封放在门口的台阶上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没回头。许月替我给你爸上一炷香，就说徒弟给他丢人了。我看着老张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弯腰捡起信封，没拆放进口袋。许老板，你真不原谅他？我原不原谅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原谅自己。小何不懂，但他没再问。晚上打烊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，拆开信封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，老张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开头写着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后面写着我爸当年的配方，步骤很细，有些地方我都不记得了。再后面是他自己总结的教训，写了整整3页。最后一段，许月，你爸当年收我当徒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记了20年。他说酿酒先做人，我没做到，你做到了。是，这店交给你是对的。我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走到墙边，看着爸的照片。爸，你徒弟来看你了，我没让他进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学他，我也不会恨他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没那个功夫。我回到吧台，把信封放进抽屉里锁上。第2天，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，用的是他以前留的号码，居然还能打通。老张，你的配方我收到了，里面有几处写错了，我改过来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还有，城东店缺一个洗桶的，你愿意干的话来找我，底薪3000，不包吃，要签保证书，以后不准碰原料。又沉默了很久。许月，你疯！放心，但没再说什么。老张来了，穿着工装，戴着橡胶手套，低着头。我指了指后厨角落的清洗区，从今天起，那是你的地盘，每天洗6个发酵罐，30个酒桶，100个杯子，洗不干净重洗。他点点头，没说话，走过去开始干活。小赵从城东回来拿原料，看见老张愣了，他拉着我到一边。许老板，你心太大了。不是我心大，是我爸说的，对待错误要像对待染菌的酒一样，发现晚了倒掉，发现的早还能救。小赵摇摇头，我还是觉得不妥。那就先觉得着，哪天他再犯错，你再跟我说。老张洗桶洗得很认真，比以前他当酿酒师的时候认真多了。每一个桶都要刷3遍，冲5遍，最后用消毒水泡1遍。他不多说话，不跟任何人套近乎，来了就干活，干完就走。小何偷偷观察了几天，徐老板，他好像真的改了。改没改，3年后再说。城西店开业2个月出了点事，隔壁面馆的老板跑来跟我说，有人在网上发帖子，说许继精酿用的是工业酒精。徐老板，你快看看，贴吧里好几条呢。我拿出手机搜了一下，果然有人发了长文，标题是揭露网红酒馆真相，所谓精酿不过是工业酒精勾兑。文章里写了很多细节，说我的酒有刺鼻的酒精味，说客人喝完头疼呕吐，还配了几张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所谓证据照片。我看完了没慌，小何急得团团转。许老板怎么办？要不要报警？别急，先查查是谁发的。我给赵叔打了电话，把链接继续酿酒。第3天，赵叔打电话来了。小月，查到了，发帖子的 IP 在城北的一个网吧，监控拍到了人，你猜是谁？谁？对面那条街以前跟老张合伙开店的，姓王，你记得吗？我想起来了。
好，那我走程序。许老板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听见了，你真起诉他？真起诉？不怕别人说你没度量？怕。比起被人说有度量，我更怕被人觉得好欺负。我要是这次不追究，下次他还会来，换一种方式，换一个谣言。我明白了。小王的事上了新闻，不大就本地媒体一个小板块，标题是造谣精酿酒馆用工业酒精，男子被刑拘。文章里提到了我的店，提到了那篇辟谣文，提到了检测报告，很多人看到了。当天下午，店里来了很多新客人，都是看了新闻来的。一个中年女人进门就说：“许老板，我支持你。那些造谣的人太可恶了，自己有手有脚不去干活，专门坑害老实人。”我给他打了一杯酒，没收钱。他说不行，必须给。我说这杯不是卖给你的，是感谢你的，你要喝下一杯再给钱。他笑了，你这人真怪。不怪，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。城西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好到座位不够用。郑老师把楼上也租给了我，让我坐2楼座位。我说不用，我现在这样挺好。郑老师不解，生意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扩大？大了就乱了。我现在一个人看3个店，已经快忙不过来了。再扩就得请更多的人，管更多的事儿，用更多的心思。我这人心思不够用。郑老师摇摇头，你这个年轻人太保守了。不是保守，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还是你想的周全。第2天，我去找了王哥。王哥听了我的计划，沉默了很久。徐老板，200万的厂，按你的利润，不吃不喝得攒2年。你确定要干？确定，但我没那么多现金，能不能分期？王哥想了想，分期可以，但我要你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你这辈子不许用化工添加剂。我笑了。王哥，这算什么承诺？我本来就不用。口说无凭，我要你写下来。徐记精酿永远只用麦芽、酒花、水酵母。如果有一天你用了添加剂，你赔我10倍的投资。我看着王哥的眼睛，你是认真的？认真的。我干这行20年，见过太多人一开始信誓旦旦，后来为了钱什么都假。我不希望你也变成那样。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了1行字，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王哥把纸收好。行，厂的事儿我帮你办，设备我给你最好的，价格按成本走。谢谢王哥。别谢我，谢你爸，他当年救过我命。我愣住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20年前，我在工地上摔断了腿，没钱治。你爸不认识我，听说这事儿送了2万块钱过来。我问他为什么帮我，他说酒是热的，人不能冷。王哥说着，眼眶红了。许老板，你爸是好人，我做不了好人，但我可以帮好人。厂的事定了下来，开了3个月，账上有了起色，产量上来了，成本下去了。以前代加工1升酒的成本是12块，现在自己酿1升成本降到8块，利润空间大。但我没降价，因为我的酒本来就值这个价。省下来的钱我用来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给员工涨工资，小何底薪涨到6000，小赵6000，老张3500，城西店新招的小林5000。第二，给店里换设备，冷柜换成进口的，酒头换成不锈钢的，杯子换成德国进口。李老板说：“许月，你这是要上天啊？”我说：“不是上天，是落地。做酒的不能上天，一上天就飘了。
一飘就完蛋。李老板摇摇头，我发现你说话越来越像你爸了。那是我爸在梦里教我的。李老板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梦见过我爸。梦里他还是穿着那条旧围裙，站在发酵罐前面，背对着我。我喊他爸，他没回头。小月，记住，酒是活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就对你好。我醒了，枕头湿了一片。